上个星期我在上小组课的时候，跟我的学生谈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我们上课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文化语言的差异。OK， 中国其他国家文化语言的差异。在上课的时候，我提到了一个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。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就是比如说我的美国朋友，如果他们跟我讲他们的一个朋友的事情，有时候他们会提到那个朋友的名字，即使我完全不认识那个朋友。比如说他们会说 You see, I was spending my afternoon with my friend Brian. 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会觉得很奇怪，莫名其妙。你告诉我他叫 Brian，为什么？有必要吗？然后我有一个学生就分享了他的经历。And if I'm from the United States, for example, I would probably say, And then one of my students, 美特好 shared his experience with us. 这个学生住在中国，他的太太是中国人，所以他经常会和他太太的家人、亲戚见面。他就发现有很多亲戚，虽然他们常常见面，常常说话，但是他却从来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。甚至在家里，我还不知道好多我妻子的亲戚的名字。比如说我妻子的姨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。我们每天都见面，但是所有的人都叫她姨或者妹妹。这是一个 mind blowing 的发现。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的亲戚，比如说，好，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啊，这是我的姐姐，这是我的姐夫，我的姐姐，我的姐夫，他们有2个女儿，他们是我的侄女，我的姐夫有几个妹妹，这个妹妹和这个妹妹，他们来我姐姐的家照顾我的侄女，他们来照顾我的侄女，我的侄女叫他们3姑姑和5姑姑，我也这么叫他们，我也叫他们3姑姑和5姑姑。我其实认识他们很多年了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。我也觉得，如果我去问他们，他们叫什么名字，有一点没有必要，也没有礼貌。当然，他们是我比较远的亲戚，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是在比如说美国，即使是比较远的亲戚，你还是会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并且你会叫他们的名字，而不是叫他们姑姑。我再想一想我的亲戚，很多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我只知道他们3姑姑，他们叫3姑姑，姨奶奶。我们也有一个3姑，一个大姑、3姑、小姑，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有2个原因，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比较重视人
和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比较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说我的朋友、我的表姐、我的姑姑，有时候可能比说微微、张丹、王之睿更重要。他们是谁不重要，在我要说的故事里，他们是作为我的朋友、我的表姐、我的姑姑而存在的。他们是作为我的朋友、表姐、姑姑而存在的。而西方的文化更重视个体 ，OK， 个体的独立性。他们可能是我的朋友、我的表姐、我的姑姑，但是他们先是他们自己。所以我是在说 David、Stella 和 Claire 的故事，而他们也正好是我的朋友、我的表姐、我的姑姑。第二，是因为在东方文化里，名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这种重要更像是一种隆重感，一种隆重的感觉。名字代表了这个人是谁，他的身份和他的自我存在。所以如果我在和小 A 说话，我说一个跟我不是很熟的人，或者一个小 A 不认识的人的时候，我不会去提到那个人的名字，因为提到他的名字会让我觉得没有必要，有点多余，甚至有些不礼貌。但是在西方，名字没有这样的隆重感，没有这种咚咚咚咚咚咚这样的隆重感。比如说在西方，你可以直接叫你朋友的爸爸的名字。 Hi Peter, Hey Tom, how's it going? 这个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在西方叫名字更像是一个 greeting， 是一个友好的表现。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？请你在评论里面跟我们分享吧。